说到红烧肉，相信每家都有自己的秘方，而且最好吃的一定是自己妈妈做的红烧肉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我妈妈的独家秘诀，能把红烧肉做得更加的软糯可口。让我们选一块肥瘦相宜的五花肉，我们先要烫一下五花肉的皮，所以先根据自己家里锅的大小切成大块，将锅烧热后，把五花肉的皮烫一下，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喷枪烧一下，然后用盐涂在烫过的猪皮上，再用水洗干净，再用把刀把烫糊了的部分刮干净。处理好的肉块按个人喜好切成块，我一般喜欢切得厚实一些，这样吃起来很过瘾。小时候的红烧肉是一道大菜，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能吃上。每当进门闻到红烧肉的香味时，总是让人欢欣鼓舞，格外的开心。现在红烧肉吃得少了，是因为担心营养过剩，但是当某一天突然想起吃红烧肉时，依然还有欢欣鼓舞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再来切些姜片，切些葱花，把五花肉焯一下水，让肉变得更加紧致一些，然后再捞出备用。接下来我们用热锅煎一下焯好水的五花肉，去除五花肉中的一些油脂。入锅后要不停地翻动肉块，然后把炒出来的油脂沥出来，这样可以使做出来的红烧肉肥而不腻。这里有个给五花肉去腥的小窍门，把锅烧热后不加油，先倒入五花肉，等肉有些变色后，再倒入几勺的料酒，或者加入1勺的高度白酒，马上盖上锅盖焖一会儿，能很好的去除肉里面的腥味儿。等料酒挥发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炒糖色，或者像我一样直接加入2勺老抽上色，然后翻炒，让五花肉的每一块都包裹上色，再加一些生抽调味儿，加入2勺白糖，这时放入生姜片、大料和桂皮、香叶等调料，继续翻炒，让调料的香味得到发挥。炒到五花肉上色，就可以转移到砂锅或者炖煮锅内了。这时候加入开水，淹没过五花肉，先用大火烧煮8分钟，然后改中火烧10分钟，最后小火再煮10分钟，关火后再焖一下。开锅后根据汤汁的情况收汁儿，并撒上葱花。小时候妈妈总会把煮完的红烧肉再用碗盛好，隔水再蒸一下，这样的肉吃起来格外软烂，肥而不腻。妈妈这么做其实是因为奶奶搅不动，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家里只有奶奶来了才能吃红烧肉，那时奶奶确实牙不好。好了，一碗香喷喷油光光的红烧肉完成了，相信每个人都能烧出好吃的红烧肉，也期待每一位老人都拥有愿意把红烧肉再炖一下的子女，而每一位做红烧肉的人都依然拥有等着吃红烧肉的长辈。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
会因为这一碗红烧肉而格外美好，并值得珍惜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喜欢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